我是苏家不受宠的透明小庶女，但我有一个小秘密。当苏家被抄家的时候，我靠这个小秘密支撑起整个苏家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我就是那顽强的小草，向阳而生。突如其来的抄家发生的太快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，父兄就被衙役抓走了。祖母急得两眼一黑晕了过去，嫡母纵是哭断了肠，也无法阻止衙役们将一箱箱的财物往外搬。嫡姐高昂着下巴，一副风骨铮铮的模样。只有我无比庆幸这些年在大柳树下埋下了我全副的身家。动乱后，我和祖母他们一起被赶出了生活了14年的家，府中下人早已跑得不见人影。我们4个主子一人一个包袱站在府门前，面上心里一片茫然。衙役们不让我们带一丝一毫的银钱首饰出来，我们包袱里装的不过几件平常衣物。天色已晚，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冷风吹过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我捏着包袱一角，趁嫡母他们不注意，便轻手轻脚偷偷跑掉了。我埋下的财物虽不多，但已经足够我生活一阵子了。我还会些其他的活计，到时候总归是饿不着自己。别怨我不顾亲情，我昔日在苏家也没什么人真把我当亲人。作为苏家唯一一个庶女，又生母早逝，我的处境一直是非常尴尬的。父亲与嫡母是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曾经约定过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一次意外，我的生母爬上了我爹的床，就这么一次便有了我。虽然生母生我时难产去了，但我始终是嫡母心里的一根刺。我爹碍于嫡母，也不敢跟我亲近，祖母对我也淡，嫡姐与2位兄长更是看都不愿看我一眼。所以就算我自己溜了，他们也没人会在意的吧。只是没想到，我还没走出多远，便听到祖母他们在大声唤我小名，雨娘。我停下脚步，犹豫着要不要回头时，已经被嫡姐发现了。她快步追上我，拉着我就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数落我，真是个傻的，这般大了还能走丢？你跟紧我们，别被人拐走了。走到祖母他们跟前，祖母也是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，嘱咐我不要再乱走。嫡母虽面色不好，也没多说什么。我突然为刚刚准备自己走掉而羞愧。此后很多日子里，我虽过得辛苦，也不曾想着再丢掉他们便是为着他们今日不曾想过落下我。患难见真情，古人的话中是有些道理的。嫡母带着我们去投奔他的兄弟，往日苏家得势时，没少庇佑他们。嫡母更是将银子大把大把往他们家里拿。可人就是这样，得意的时候身边都是朋友，失意的时候，别人不趁机踩上2脚，已经算是善意了。嫡母的2个兄弟像避瘟神一样将我们关在门外，嫡母气得险些站不稳，饶是平时知书达理，再温婉不过的人也忍不住站在门前朝里面啐了2口。祖母长叹了一口气，罢了罢了，言语中的辛酸惹得嫡母嚎啕大哭起来，往日的优雅形象全然顾不上了。我看着年迈的祖母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嫡母，还有一旁咬着嘴唇一言不发的嫡姐，终是下定了决心。祖母、母亲、阿姐，你们等我，我有办法的。我拔腿就跑，只留下他们3人在原地呼唤着我。等我捧着一盒金银首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都惊了。祖母赶忙将盒子盖上，环顾四周，小声问我，雨娘，你这是哪里来的？嫡母与嫡姐也盯着我看，等着我的解释。我拍拍祖母的手，祖母放心，这钱并非来路不明，这是从小到大我攒的月例银子和您赏给我的首饰，我埋在我院子的柳树下的。祖母虽对我感情比较淡，但每次嫡姐买了新首饰，祖母也会赏我一份，虽不及嫡姐的贵重，但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这些年攒下来也不少了。祖母眼露欣慰，只看着我满身的污泥皱了皱眉头。苏府早已封了，你是如何进去的？我院子旁边有一个狗洞，我老实回答。嫡姐拧着眉说，你好歹也是个世家贵女，钻狗洞成何体统？我气结，如今都要露宿街头了，还管那些规矩体统作甚？祖母赞我机灵，表姐撇撇嘴角，也不再多说了。有了钱，我们找了个客栈，终于是歇下了。只是今夜我们苏家的4个女人都难睡着，突逢巨变，我们今后的人生轨迹也早已随之发生了变化。今后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苦难，没人知道。但是我不惧，奶娘走之前说过，我像那路边的野草，不管在哪里都能长得生机勃勃。第2日，祖母说住客栈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让我去衙行买一处小院子。之所以让我去，是因为我嫡母病了，估计是昨日变故，一时没缓过来。嫡姐一早便去寻大夫去了，我揣着钱去了衙行，他们带我看了几处院子，我挑了其中喜欢的一处小院子。小院虽不大，但是离集市近，我想着今后就算做点小买卖也方便。衙行的人见我年幼又是女子，便想着讹我一笔大的。我一番讨价还价，真诚又坚决，最终以低价买下了。等祖母他们搬进这个院子的时候，嫡母和嫡姐显然嫌弃此处太小了，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。祖母倒是还算满意，夸了我2句，又敲打了嫡母和嫡姐。安定下来之后，祖母和嫡母便惦记着父亲和2哥，他们被抓走的太匆忙，一句话也没来得及交代，如今也不知在牢里是个什么光景。我揣了些银子和吃食到府衙门外打听，衙役们听我问的是苏家的事，都推说不知道，更有甚者拿起刀要赶我走。我垂着头往外走，却被一个人叫住，一个捕头装束的人将我拉到一边，低声跟我说话。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受过我长兄的，所以才愿意帮我。关于我家为何会获罪，我一直不清楚，只隐隐约约知道是跟我长兄有些关系。在这个捕头大哥嘴里，我才知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。我的长兄经才绝艳，小小年纪便中了榜眼，我们府里一直以他为骄傲。他金榜题名后便留在了京里做官，据说很得某位皇子看重，而此次苏家的祸事便是与他有关。具体的捕头大哥也不清楚，只知道长兄不知怎么惹恼了陛下，被陛下亲自降罪流放，还连累了我们一家老小。
捕头大哥还跟我说，我父亲和二哥约莫也是要被流放的。我将准备的吃食衣物托给捕头大哥，只希望他能帮着带给父兄。捕头大哥虽很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点头应了。我揣着满腹心事回了家，将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祖母和嫡姐。至于嫡母，我们都不敢再刺激她了。这几日她病重，所服的药都价格不菲，要是再拖上一段时间，我藏的那些钱很快就要用光了。父亲和二哥流放走的那天是个大阴天，我们赶到城门外时，他们已经快要动身的。押解的官差心善，留了一些时间给我们话别。嫡母也来了，虽我们极力隐瞒，却还是被他发现了，非要跟着来。他只一言不发地盯着父亲流泪，直看得父亲也红了眼眶。祖母从我手里接过准备好的东西，塞到父亲手中，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大致讲了一下。父亲第一次正眼看我，面带欣赏，不住点头。亏得我儿是个机灵的，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再不想分别。也有说再见的时候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，我眼睛酸酸的。父亲是大世家的旁支，自己寒窗苦读10几年才自立门户，官拜知府。可谁曾想，如今竟是这般凄凉的收场，阴云密布。我们4个女人望着曾经的顶梁柱渐行渐远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从今以后，便只有我们4个相濡以沫了。嫡母回去后又大病了，吃了好些药都不见好，请来的几个大夫都只说她是心气郁结，心病还需新药医。可是她的新药都不在这里，如何能医？大夫也没法，只能让我们用昂贵的药将她养着。没过多久，我藏的钱已经用得不剩多少了。祖母一直捶胸顿足，怪自己当初怎么不多给我些东西。我宽慰她，总有办法的，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不成？嫡姐又在一旁数落我，说我言语粗俗，半点不雅正。我确实是雅不来，她从小到大都不用关心这些俗物，只用活在天上就行了。我不一样，我从小想的都是怎么让自己吃饱穿暖。我们2个谁看谁也不顺眼，干脆都背过身不理对方。而我们最大的一次争吵爆发在3日后，我看着日益减少的银钱心焦不已，整日想着如何挣钱。我在街上转了2圈后，决定支个摊子买面。当初奶娘在的时候，教了我厨艺，我做的吃食味道一向是不错的。可是当我将这个想法跟家里人说过之后，嫡姐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不行，你是大家闺秀，怎能在外抛头露面，坏了名声，日后还怎么寻婆家？我正热血沸腾，被她浇了冷水，哪里依的，也毫不避让地跟她争了起来。她怎么想不通呢？如今我们成了罪臣之女，就算名声好，又有什么好人家敢娶了？争吵的时候气血上头，什么话戳心窝子便说什么话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2个都哭得昏天黑地。祖母见我坚决，也深知我们如今的困境，只得依了我。只是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歉疚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。哎，苦了你啦。我虽如了意，嫡姐却打定主意不再理我，我无暇顾及她，每日忙得风风火火。几日后，我的面摊正式支起来了。第1天的时候，我便想着不必挣钱，先将口碑做起来才好。于是我便竖了块牌子，上面写新店开张，所有面都只收半价，因着有便宜可占，来的人很多。我直忙到太阳下山才回了家。祖母问我怎么样，我扬了扬手里的钱袋子，开心地说，今日只收半价，竟也挣了100文。祖母笑着夸我，嫡姐却哼了一声，可能在她看来，区100文实在没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。第1天的反响很不错，后来虽然恢复了原价，但还是有很多回头客说喜欢吃我的面。我干劲十足，每日数着挣的钱，睡觉都安稳多了。我只专心挣钱，家里的事倒是少有时间关心了。事宜我没想到，嫡母的心病还没好，这嫡姐又犯了心病。1日，我收工回家，正遇上嫡姐坐在院子里垂泪，她眼眶红红的，像只小兔子。这些日子我们俩虽着着气，但看她这样子，我也是有些心疼的。只是还没待我问话，她便站起身走进屋里，关上了门，再没出来过。后来我在祖母那里知道了缘由，嫡姐伤怀竟是因为那通判公子。我们家获罪前与通判李大人走得最近，嫡姐与那李大公子时常见面，久而久之便生了情愫。她从前跟我提过，那李大公子承诺只待嫡姐16岁生辰一过，他便上门来提亲，却不想嫡姐16岁生辰还没到，我们家就成了如今的样子。更没想到，我们家刚出世不足1月，那李家公子便已传出了定亲的消息。据说跟李家公子定亲的是丞相家的2小姐，虽只是庶出，却很得丞相喜爱。李家公子攀上了丞相，今后前途不可限量。其实对于李家公子违约，我是早有些预感的。我家出事以后，一向跟我家亲厚的李家却从来不曾来问候过一句半句。只是嫡姐怎么也想不通，1个月以前还跟他山盟海誓的李家公子，如何这么快便移情别恋了？他将自己关在房中，不吃不喝，祖母心里焦急，直急的嘴角都长了个大泡。我虽有心劝解，但一来我未曾经历过这些少女心事，二来我也实在没有多少时间。嫡母1日未好，我便得1日不停的挣钱，不然等待我们的就只有饿肚子了。我想着可能过几日，嫡姐便能自己想开了。可没过几日，我便见着嫡姐拖着瘦弱的身体出了门，她一脸决绝之色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我提前收了工，紧紧跟在嫡姐身后，想看看她要做什么。她走着走着，却走到了李府大门前，没有进去，只在门口徘徊。正巧这时李家公子回府，那李家公子见到嫡姐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急忙把嫡姐拉到了一旁。我远远瞧着他们2个在说话，却听不见具体说了什么。只见李家公子想要上手搂着嫡姐，嫡姐却哭得更凶了，最后狠打了那李家公子一耳光，便逃也似的跑开了。我忙跟上去，走近一些后，听见那李家公子不屑地嗤笑了一声，很无耻地说着话，呵，还打量自己是知府千金呢。如今我愿意，那你做个侍妾就不错了，还妄想做我的妻，你配吗？我本来已经跑出去一段距离了，听见这话又忍不住折回来，跑到他跟前，狠狠掴了他一掌。我
打完就跑。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待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跑出好远了。他只能原地咒骂了几句。我一路跑一路找迪姐，心里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不知怎么，我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念头，于是急忙往护城河边跑去。跑到河边的时候，正好瞧见一个淡粉色的身影从桥上一跃而下。我一时忘了呼吸，只能悲痛大喊阿姐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扑通一声，他就这样掉进了水里。我想也没想，也扑通一声随着他跳下了水。刚入水，我就后悔不已。刚刚关心则乱，我完全没想起来我不会水的事。我在水里扑腾了几下，便感觉没有了力气，身体越来越重，眼皮也越来越沉。昏过去之前，我听到了扑通扑通，又是2道入水的声音，一道黑影朝我身边游了过来，之后便再没了知觉。等我意识清醒一些的时候，便听到耳边有2个陌生的男生，其中一个语气稍微跳脱活泼一些的说：惨了，这刚找到文之兄的2个妹妹，怎么就都跳水了呀？他们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们可如何跟文之兄交代呀？另外一个声音沉稳些的回道：刚刚看了，应无大碍，过一会儿就能醒了。听他们的话，应该是我长兄的友人。我闭着眼，心想再装晕好像有些不太礼貌了，于是我咳嗽了2声，慢慢睁开了眼。入目的是2个长得极好看的男子，一红一青，一热一冷。我生平接触到的最好看的男子便是长兄，可这2位却比长兄还要更胜一分，尤其是那青色锦服的男子，眉目似刀刻，配上恰到好处的鼻子嘴唇，还有周身的贵气，看得我一时有些呆住了。那红衣男子见状，大声喊着：惨了，这苏二妹妹莫不是痴呆了？我一时有些羞赧，忙收回了自己的目光，转头见迪姐还躺在地上，顾不上自己狼狈的样子，急忙爬起身跑到她身边，用手探了她的鼻息，见她还有呼吸，才放心了。这时迪姐也咳了2声，吐出一口水醒了过来。醒来后，她并不像我一般欣喜，反而一脸厌世的表情。就我作甚？如今这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让我去死吧！说完，他又爬起身要往水里跳，我紧紧拉住他，却不知几天不吃不喝的人哪里来的这般大的力气，我竟一时有些拉不住了。见他态度决绝，我一时心里涌起来一股气，将他扯过来，朝他脸上扇了一巴掌。啪的一声，他呆住了，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现在清醒了吗？我此刻颇有些恨铁不成钢，见他还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我心里更来气了。如今家里这般光景，父兄、祖母还有我都还在努力生活着，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而你呢？为着一个负心薄幸的男人就要死要活的，你对得起远在千里受苦的父兄，对得起祖母，对得起我吗？我举起自己的手，手上因这些日子长期泡在水里，又保养不得当，已经皲裂了，细细密密的口子里隐隐有些血丝，看起来很可怖。我顾不上还有2个外男在，一心只想骂醒他。我这些日子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求你能帮衬我什么，至少不要给我添乱好吗？人生的意义还有很多，为家人为自己都好过你围着个臭男人转。说完，我心里畅快了许多。见他似有所动，我便不再多说了，很多事情还得他自己想通。迪姐最后还是乖乖跟着我回家了，一起的还有那2个男子，他们自称是长兄的朋友，受长兄之托来看望我们。那红衣男子叫顾风，青衣男子名唤萧逸。祖母得知他们是长兄挚友，又救过我和迪姐，对他们很是亲厚。加上那顾风一张嘴似抹了蜜一般，哄得祖母开怀大笑。自我家出事之后，祖母极少露出笑脸，更不曾这般大笑过。我对顾风更多存了几分感激。那萧逸倒是一直不声不响的，只在祖母问话的时候言简意赅的冒出几个字，跟顾风完全2个极端。他2人给了祖母一笔银子，据说是长兄从前攒下，让他们捎过来的。祖母先是推辞了一番，直到看到了长兄亲手写的家书，才放心收下了。长兄在信中并没有说明他究竟犯了何事，只说他不孝，望我们今后能好好生活。这笔银子来得很是时候，至少可以多支撑嫡母一段时日。他2人待了一段时间就起身告辞了。祖母嘱咐我送他们出门，跟他们道别后，我便准备转身进屋，却突然被萧逸叫住。我有些诧异地望着他，他脸上有些许的不自然，随后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甩给我，我忙伸手接住，这药对皲裂伤最是有效。他依旧惜字如金，我第一次被别人关心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，愣在了原地。幸好顾风出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是呀，女孩子家的还是要爱护好自己的纤纤玉手啊。我闻言向萧逸道了谢，他又甩过来一物，我接过来一看，却是一块玉佩。日后若是有麻烦，可凭此物到宝通当铺求助。他说完不待我应答，便转身走了。我捏着温热的玉佩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顾风凑到我跟前，嘻嘻哈哈说了一句：苏二妹妹，别跟着呆子一般见识。他就是面冷心热。我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顾风便转身去追萧逸去了。自他们走后，我又恢复了从前的日子，每日天不亮就出门，到日落之后才回来。跟以前不同的是，每次出摊迪姐都要跟着我一起。那天的巴掌好像真把他打醒了，他不再伤春悲秋，自怨自艾，反而开始帮着我做事了。只是他从小娇生惯养的，与其说是帮忙，不如说是添乱。一会儿烫伤了手臂，一会儿加多了眼引得客人不满，最后实在没法，
我只得想办法让他做些别的事情。好在他从小能写绘画，一手簪花小楷写得极漂亮，我便在一家书店给他寻了个抄书的活计，这活轻松，挣的也不少。他很满意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我和迪姐攒的银子越来越多，祖母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，只迪母仍每天哀哀戚戚地躺在床上，人也越来越瘦，看起来似有油尽灯枯之象。我们虽每日尽力宽慰她，她却根本听不进去一样，只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最后她竟是因着我而重新找回了生机。事情发生在年关将近的时候，那日我去托了商行，将我和迪姐挣的钱带给远在千里的父兄，回来便见家门口围满了人，一顶小花轿停在门口，一男子穿着红色喜服，神色猥琐地盯着我家，他脸上用纱布包着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让苏之羽滚出来，他害老子破了相，老子要他嫁给我当牛做马伺候我。这人我认识，是杭州府有名的富商陈家的幼子陈大宝，其母与我嫡母是手帕交，因而在我家未出事前经常来我家做客。我很不喜欢他，只因每次见到我他总是一副色眯眯的模样，让人看了生厌。后来我摆摊卖面被他知晓后，他经常来面摊骚扰我，言辞间很不尊重，我骂退他几次，他便有些恼羞成怒。3天前他竟想直接用强，被我一碗热腾腾的面汤泼到了脸上，尖叫着被人抬了回去。我不后悔出手教训他，他这些年仗着家里有钱，祸害过的姑娘不在少数。我拨开人群走过去，陈大宝见到我脸上变得兴奋而扭曲，就你长的模样，破相跟不破相有什么分别？我挑眉看他，他闻言面容更扭曲了。苏之羽，你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苏二小姐吗？如今不过一个卖面的，老子肯娶你做小妾已经是看得起你了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瞥他一眼，我就算流落街头当乞丐，也不会嫁你这贪财好色的烟杂货。他恼羞成怒，举起手就要打我。住手！祖母走过来将我护在身后。陈公子，你是打量我家如今没有依靠便来恃强凌弱是吧？你别忘了，我家虽没落，但我儿在朝中仍有旧友，若逼急了，老身设下这脸面，不要给要求着他们为我孙女儿讨个公道。陈大宝被祖母说的呆愣住了。大宝，陈母从人群中走出来，刚才我过来时并没有瞧见他，不知他是何时到的。他先是跟祖母道了歉，又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大宝自小便喜欢书慧，如今苏家又我是想着，若是能将淑慧娶回家，他也能少受些苦头。二来过了明路，我陈家也能有由头帮帮苏家，不是吗？他一番话说得漂亮，周围的人都称赞起他心善，我却没忽略他眼中闪过的金光。若是真有心帮忙，何须什么由头呢？祖母几句话婉拒了他，来回几次后，他见软的不行，便准备来硬的。这淑慧将我儿的脸烫成这样，就想算了吗？长姐听说过那天的事，于是也忍不住出声了。若不是陈大宝自己欲对与娘行不轨之事，怎会被烫？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就算见官，我们也不怕。你那儿子做惯了这种事，当真以为便没人愿意站出来指认吗？陈母见这招也不行，转转眼睛又说道：当初你母亲可是亲口许下了淑慧和我儿的亲事，如今是想赖账吗？我和祖母对视一眼，竟不知还有这样一段缘故。胡说！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，嫡母拖着病躯踉踉跄跄地走出来。陈母见到她，脸上一片欣喜。锦娘，你说你可是亲口许过要将淑慧配给我儿大宝的。昔日她自称是嫡母最好的闺中密友，可如今她见到病成这样的嫡母，第一句话却不是关心，可见往日的亲厚不过是奉承罢了。嫡母连连咳嗽了几声，才看着她清冷道：不曾，陈大宝行事混账，我怎会将我儿许配给他？那不是推他入火坑吗？陈母一脸不可置信。锦娘，你不是最厌恶你这庶女吗？你如今真要为她而罔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我顿时明白了陈母的打算，估摸着她以为嫡母厌恶我，定会配合她做戏，将我赶走。我只知我缠绵病榻之时，是我儿与娘不辞辛苦，挣钱给我续着命。那时你在哪里？嫡母直直盯着他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陈母带着陈大宝悻悻离去了，走之前还放了狠话：你将我儿伤成这样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等着吧。嫡母很久没起床，如今起来又被气了一遭，有些支撑不住了。祖母和嫡姐手忙脚乱地给她扶回去，看着他们忙乱的身影，我心里第一次对家人这个词有了具体的感受，原来被家人护着的感觉是这样的美妙。嫡母经此一事开始振作起来，身体也一日日好起来。我虽仍旧日日卖面，却也在想办法怎么解决掉陈家这个麻烦，只是我还没想出来，就听说陈家出事了。陈大宝脸上留了疤可，却一点记性没长，仍每天在街上闲逛，看到好看的姑娘便要抢。一日他遇上个烈性的女子，受辱后竟一头撞在了客栈的柱子上，又恰好客栈里住了一位京城来的大官，大官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十分震怒，于是下令严查。一查之下才发现陈大宝这些年祸害了好些姑娘，手上更是沾了几条人命，大官便将陈大宝下了大狱，判了秋后处斩。陈家也因包庇罪被罚没了家产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心情大好，煮面时都哼着小曲，正哼得起劲，却看见了个熟人。萧逸坐到旁边的凳子上，看着我说道：给我下碗面。他今日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锦袍，披着一件银狐大氅，头发用羊脂玉冠束着，怎么看都跟我这街边小摊不搭。我看看他身后，并没见着顾风的人影，略有些失望，毕竟没了顾风在一旁暖场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萧逸相处。他见状皱了皱眉，知行先回京了，今日就我一人。哦，公子想吃什么面，你看着煮吧。他无所谓道，我给他下了一碗鸡汤面，香香暖暖的，
正适合冬日里吃。端给他后，我站在一旁有些尴尬地揪着围裙，只希望此时能来一个客人，缓解一下这凝滞的氛围。可不知为何，此时竟没有一个人来。他看了我2眼，让我也坐下，我便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看他吃面。他吃得很优雅，不急不缓，没一会儿就把面带汤全吃完喝尽了。我起身收拾碗筷，却听他问我遇上了麻烦，为何没到永通当铺求助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时没想起来他说的麻烦是什么，又思索了一下才想起来他大概说的是陈大宝的事。我虽一直没有想到好的办法，但也确实没想过要去找他求助。一来我不想欠他的人情，二来从小到大的经历使然，我遇到事很少想着要依靠谁。我原是今日要去的，可听说那陈大宝已经伏法了，便没去。我信口胡诌，他盯着我，让我感觉像是被他看穿了。良久，他才又开口，我欠文之兄一个大人情，只是希望能有机会报答1、2。我哦了一声，便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，他许是也觉得有些无趣，便起身告辞了。走的时候他说面很好吃，我一下子高兴起来。没有哪个厨师听到食客的夸奖会不高兴，可他瞧见我笑了之后，脸色变得有些不大好了，好似我欠了他钱一般。见着我走，便这般高兴。他深深看了我一会儿，才移开目光，又甩过来一个熟悉的瓷瓶。日后永通当铺每月会送1瓶过来，不必省着，多用些吧。他走后，我打开瓷瓶，闻着熟悉的味道，竟生出一丝甜蜜的错觉。没有客人，我便早早收了摊回家。街上的商户们已经开始张灯结彩，新年的氛围越来越浓。祖母和嫡母也早早开始布置，一方小小的院子添上些红色，变得温馨了起来。我们的新年过得简单，父兄还在外面受苦，我们也热闹不起来，简简单单吃了个年夜饭，说了几句吉祥话，便算过完了这个年。年一过，我又忙了起来。街头那家小餐馆的老板要回老家，准备把小餐馆盘出去。我和祖母他们商量着把它盘过来，开个小面馆。嫡姐这次没有反对，她早就知道我们已是今非昔比，什么规矩体统总不能当饭吃，所以她也很支持，还自告奋勇要给我当账房。老板急着走，也没跟我们讨价还价，于是我们只花了预算的1半就盘下了这个店，简单装修了一下，我们的小面馆就开张了。最开始客人少，嫡母和嫡姐帮我打下手，我还能应付。后面生意越来越好，我便又雇了3个人，让嫡母回家去了。再后来，我们面馆的生意实在太好，就又把旁边的店盘过来，中间打通后变成了个不小的酒楼。日子好过一些后，我又买了2个小丫鬟在祖母和嫡母身边伺候。祖母年纪大了，虽在我们面前硬撑着，但我知道她的身体远不及从前那般硬朗了。她经常偷偷一个人在半夜想父兄，我撞见过几次她在月下偷偷抹泪，自言自语说对不住祖父。父兄流放已经3年了，我们日盼夜盼，盼着大赦，盼着父兄归家，可父兄没盼回来，倒是又见着了萧逸，身受重伤，奄奄一息的萧逸。那日我起得最早，刚开门就看见一个团在地上的人滚了进来，待看清那人的脸后，我吃了一大惊。萧逸身上好几处刀伤，鲜血染红了衣衫，眼睛紧闭着，脸色惨白，看起来跟个死人差不多。我看看门外没有其他人，赶忙把门关了，悄声叫醒了祖母他们，一起把萧逸抬回了房里。请来的大夫说他伤得很重，能不能醒很难说，于是我巴巴在他床边守了2天2夜，生怕他死掉，只因当时没有空的房间，便把他抬进了我的房间，所以我很怕他死在我的床上。好在第3天凌晨他终于睁开了眼，我一时间欣喜得快要落泪了。还好可以省下换床的钱了。他刚醒还有些迷茫，环顾了4周，然后脸变得不太自然了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感觉他的脸好像比之前更红了一些。不过我看着他这样，倒是比平时要有人气多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可要喝水？麻烦了。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我倒了水端到他面前，他却迟迟不接。我后知后觉才想起他手上还有伤，于是只能将他扶起来靠在床头，然后将杯子凑到他嘴边喂他喝。他喝完之后，脸上好似又更红了一些，连耳尖都透着红。我心想他这应是大好了，开始有血色了。大夫说他确实无性命之忧了，只需静养数日便能好了。是以他便在我家住下了，住的还是我的屋子，害得我只能夜夜去跟阿姐挤在一张床上，在地不知道几次被阿姐踢下床后，我忍不了。于是第2日盯着2个黑眼圈在萧逸面前旁敲侧击，暗示他可以走人了。他却像是听不懂一般，无论我怎么说，就是不接话要走。每日心安理得地喝着补汤，睡着我的床。我没法，只能搬去了酒楼住。可还没住上2晚，家里的小丫头就来酒楼找我，说萧逸的伤又不好了。我匆匆赶回家，发现他的伤口不知怎么又裂开了，正往外渗着血。你怎么搞的？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又裂开了？我很不解。无碍，二小姐有事自去忙吧。在下这点伤死不了，他似在跟谁置气一般，我十分心疼。我花那么多钱买的药，竟都白费了吗？我让小丫鬟翠儿给他换药，他也不配合，扭扭捏捏的，看得我心里火起。我喝令他不动，将他上衣脱下，利索的给他换了药。待换完，我才后知后觉自己干了什么，我竟脱了一个男子的衣裳，还帮他换了药。刚刚还不觉得，反应过来后，只觉得手上碰过他的地方烫得不行，不止手，整个脸也跟着烫起来了，而且心跳得很快，扑通扑通的，像是要跳出来了。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寻了个由头就跑了出去。这晚我没有回酒楼，因为担心萧逸的伤口会再次崩开。只是这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
怕吵醒阿姐，只能一个人来了院中。夜幕之下，我看到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钻进了萧逸的房间，我心提到嗓子眼，害怕有人对萧逸不利，去厨房拿了把菜刀，提着到了萧逸门前，想着若是他呼救我便冲进去救他。但出乎意料的，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打斗声音，反而有一个熟悉的活泼的声音在说着话，他的声音刻意压低了，我听不真切，只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话。我的办法管用吧，烈女怕缠郎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不着调的话，然后就是萧逸的声音，很言简意赅，滚。接着是顾风讨饶的话，说正事说正事。我识趣准备离开，耳朵里却又传来几个词，假死做局什么的。我赶忙跑开，生怕听到什么了不得的秘密被他们灭口。萧逸又在我家养了一段时间，在我对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时候，他终于跟我告辞了。我喜上眉梢，祖母和嫡母却有些不舍。两位兄长不在，祖母这些日子将对兄长的爱都转移到了萧逸身上，听到他要离开，难免有些伤感。而嫡母则是有着自己的计较，长姐如今已经快20了，还没有婆家，而萧逸长得不错，看起来家世应该也不差，在嫡母心里是女婿的最佳人选。我宽慰他二人，若是有缘，日后自会再相见的。萧逸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是呀，日后自会再相见的。我忍不住对他翻了个白眼。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见桌上放着的2000两银票时，我又恨不得他再多住几日才好，这么大一尊的财神爷呀。萧逸走后，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平静。又一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家总算有了喜事，皇上这一年终于定下了太子的人选，举国欢庆，大赦天下。父亲和两位兄长也在大赦的名单里。祖母和嫡母得知消息后抱在一起喜极而泣，盼了几年终于盼到了团圆。我们想着若是父兄回家，这小院便住不下这么多人了，于是琢磨着换个大点的院子。好在这几年我们已经攒下了不少的银子，换个2进的院子尽够了。只是我们还没找好院子，京城又来了消息，说是新太子为我家平了反，父亲与长兄官复原职。但父亲经过这几年的颠沛流离，早已无心官场，只想做个富贵闲人，闲时陪陪家人。于是向皇上请辞，皇上允了父亲，转身就把长兄升了官。长兄如今已是吏部侍郎，正4品官。祖母本担心长兄升得太快会惹人红眼，但等见到长兄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长兄自己挣来的。父兄归家，自是一番欢喜。大家述完离情，长兄便跪在地上将所有的原由说清了。原来长兄进京后便结识了三皇子，二人感情甚笃，相处得如异性兄弟一般。但三皇子身在皇家，尽管他无心争什么，但也免不得被卷入波诡云谲的斗争中去。长兄为着挚友，尽了他自己的全力。幸好，虽然过程艰难，三皇子与长兄终是胜了，三皇子得了太子之位。长兄今后的前程也不可限量，只长兄自觉对不住家人，让我们跟着一起受了苦。祖母扶起长兄，又拉着我到他跟前，你为家族博了个光明的前程，这是苏家儿郎本应承担的责任。只是雨娘这几年是真的太苦了些，若是没有他，我们如今是个怎么样的光景都未可知了。长兄打量了我半晌，随后正经地给我行了个礼，兄长多谢二妹妹。我自小与长兄相处的机会并不多，只知他是个芝兰玉树、惊才绝艳的翩翩公子，可如今听了他的经历，才发觉他心性之间才是最亮眼的。如今他唤我二妹妹，又让我觉得暖心。我回了个礼，笑着说，兄长谢什么，我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。你在外为家族博前程，我理应在家照顾亲长，免除你的后顾之忧。我环视四周，我的家人们都在亲热地看着我，其实我是很感谢这场变故的，若不然我还以为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现在这样甚好。3日后，我们便启程往京城去。我将酒楼托给了我信任的掌柜，走时长兄见我依依不舍，笑着对我说，二妹放心，我已在京中盘下了一个酒楼，契书上是你的名字。我惊喜，可以吗？兄长你如今这般，我还能做生意吗？有何不可？二妹喜欢便去做，兄长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心情大好。好，那我定将那酒楼做成京城最大，不让兄长失望。长兄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嫡姐在一旁嘟嘴吃味，长兄便又摸了摸他的头，讨厌，成何体统？嫡姐又开始把体统挂在嘴边了。我看着他快要压不住的嘴角，心里好笑。到了京里，才刚安定下来，便有客人来了。再见到萧逸，却听到长兄喊他太子。我虽猜到他定是身份地位不凡，但也没想到竟会是新晋太子的三皇子。我一时有些无措，祖母他们已经很快反应过来给他行礼，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他一边虚服祖母说着免礼，一边用余光盯着我，神情有些看好戏的样子。既他说了免礼，我便也省得行礼了。他和顾风在家里用了晚饭，便跟着长兄回了防疫室。嫡母望着他的背影，颇为可惜。唉，原本还觉得他与我瑶儿很是相配，如今身份也太悬殊了。我想着萧逸如今的身份气度，决定今后还是能避则避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有时候越想避越是容易遇到。那天之后，家中好像多了2口人。萧逸跟顾风下了朝，总是要跟着长兄到家里来，吃了饭才走。偶尔与长兄谈是谈得久了，索性就住下了。虽然此前也曾一起吃过饭，但自从知道他二人的身份后，我便总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吃饭也没有从前香了。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每次吃饭都有道目光一直盯着我。我只能借口忙酒楼的事，搬到酒楼去住了，没有人盯着，
吃饭果然更香了。长兄给我买的酒楼地段极好，里面的桌椅也是现成的，只需要简单装修一下便可开张。但在京城不比原来的地方，这里酒楼遍布，没有特色很难出众。我用了些巧思，将雅间按照全国各地的特点布置了一番，又请了各色菜系的大厨，最后央着长兄提了个牌匾。因着菜品丰富，又有长兄的题字做噱头，酒楼自开张后生意一直很好。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自酒楼开张后，萧逸三人又成了酒楼的常客了。原本下朝就奔我家里的，变成了下朝就来我店里。好在他们给钱很大方，偶尔遇到1、2个同行找茬的，他们也顺便帮我处理了。是以后来见到他们，我的笑也真心了几分。因着年岁大了，祖母和嫡母最近一直忙着给嫡姐相看婆家，最后定了户部尚书的长孙。那人我见过，为人端方却不迂腐。有几次在酒楼听见有人议论我身为女子，却抛头露面，他还帮我说了几句话。嫡姐见过他一面，也对他很满意。我很为嫡姐开心，却不想嫡姐才定亲没几日，祖母他们又盯上我了。看着面前摆着的16世家公子的画像，我脑海里居然总是出现萧逸那张不爱笑的脸，总是不自觉地拿这些公子们跟他比，比来比去，便觉得这些公子们都差些意思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忙摇摇头，将脑中萧逸的脸挥去。一定是他最近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才会如此。面对祖母他们殷勤的眼神，我硬着头皮指了一个看起来还算顺眼、眼神清澈的公子。祖母和嫡母动作很快，第2日便叫了那公子和他娘亲来家中相看。我躲在屏风后面看着那公子3句话不离娘亲的样子，突然觉得有些没意思。我借口方便便溜了出来。我刚站在檐下喘了口气，便见到萧逸步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这个时辰见到他，实在有些奇怪。他难得不应该在朝会上吗？殿下，您怎会在这？今日这么早散朝吗？他走到我面前站定，神色虽如常，但呼吸却有些急促。嗨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姑是想告诉你，那李少卿家的小儿子是个只听娘亲话的人，与你不算良配。我一时怔住了，想了半晌才想起来，他说的李少卿家的小儿子便是今日与我相看的那位公子。殿下专程来跟我说这个事。他脸色有些不自然，听令兄说你家在为你相看，姑刚好知道些京中公子们的品性，想着你们可以少走些弯路。我心里突然涌起来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，闷闷的，有些难受。我不想他看出来，于是打起精神，将上次见过的那些公子的名帖都问了。谁想一连问了10几个，他都说出了各自的缺点，说他们不是良配。我不知怎么有些稚气地说道，殿下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的，不若殿下给我推荐一个最佳人选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眸色认真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再答话时，他才慢慢吐出一个字，我说不清心里是个什么感受，先是震惊，然后有些欢喜，最后却都化为了愤怒。殿下，我若是哪里得罪你了，就直说，大可不必如此戏耍我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表情有些慌乱。我何曾戏耍你？与你做妾哪里是良配？我虽心里对他是有些不一样，但我也不愿与他做妾。我哪里说要你做妾了？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原本我准备慢慢接近你，感动你，让你察觉到我的心意，等你也喜欢我以后，我再上门求娶。可没料到你家动作这么快，所以我不想等了。他又走近一步，低下头认真地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，苏二小姐，我倾慕你已久，你可愿嫁我为妻？我的心砰砰乱跳，呼吸困难，看着他认真的眼眸，我居然做了一个最丢人的反应，我跑了。是的，我在他期待的眼神里拔腿跑了。我也不知当时在想什么，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躲在了自己的床上。我承认听他说倾慕我是欢喜的，但我也深知我与他的身份有云泥之别。先不说皇帝会不会同意他娶一个庶女做太子妃，就算做了太子妃，他的身份也注定了不会只有我一个女人。所以第2日，我便更积极地跟着祖母他们相看。可不知怎么，原本想要跟我家结亲的那些人家一夜之间好像得了什么默契一般，都反悔了。祖母他们一头雾水，我却知道罪魁祸首是谁。所以见到跟长兄一起归家的萧逸，我在他的茶里多加了2勺盐，他面不改色的一口气喝完了，却在吃饭的时候猛喝鸡汤。我低下头偷笑，却在抬头的时候正好对上他的目光，他嘴角噙着微笑，眼神宠溺，跟平时判若两人。我的心又不争气的狂跳起来，忙移开了目光。饭后我有心躲着他，自己一个人溜达到了花园的一处假山后蹲着喂鱼。起身的时候脑袋发晕，脚踩滑了，眼看就要掉进池塘里，却不想被人拦腰捞起来，撞进一个坚实的怀抱里。萧逸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怎地这般不小心？语调里都是后怕。我推开他，后退几步，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多谢殿下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不是我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那些人家不是我做的，但确实与我有关。我猜是顾风跟他们说了什么。我点点头，以他的性格确实不屑于去做这种事。我知你担心的是什么？我与母妃自小因父皇多情受了不少的苦，是以我早就立誓今后绝不让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也经历我的苦楚。今生有一个妻子足矣，所以雨娘，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听着他不自信的请求，我心里微微的疼起来。我不知道他今后会不会做到他承诺的，但此刻我很确信他的真心。我笑了笑，冲他点了点头。他如释重负，脸上露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笑容。赐婚的旨意下来的时候，我长兄最是震惊，看着萧逸志得意满的模样，他磨了磨牙，拉着萧逸喝了一晚上酒，最后却被萧逸扶着回来了。嫡母或许是想到从前想要给嫡姐与萧逸配对的事，见到我有些尴尬，祖母却笑着说，反正最终还是成了我苏家的女婿。嫡姐成亲3个月后，我与萧逸也举行了大婚。婚后他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，我依旧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我也实现了对长兄的承诺。
将酒楼做成了京城最大的酒楼。萧逸也在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他对我的承诺。全文完。